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盛电子。前几天申样成功了几个电源，这个电源呢质量非常的好，外壳是铝壳的，一看就很结实。它的牌子是金生阳的，我们看认证标识也非常的多，有 US 认证，还有西艺认证。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的，我们再看这款，同样是金生阳的 ，RU 认证是美国、加拿大认证 ，CQC 这个是中国认证，西艺是俄罗斯认证 ，ROHS 是欧洲内部的这个材质认证。这款电源是出口到世界各地的，我们看它是230伏和110伏转换的一个电源。这个是一个24伏 14.6 安的，功率也是很大的。我们接着再打开，这个我测试了一下，这个灯泡呢虽然功率不是很大，但是点了很长时间，这个电源一点也不发热。好，我们再打开这个，同样是一个24伏的 13.4 安的，这个还有一个智能风扇。好，我们看看它的外壳，它的外壳呢是铝制的，铝是金属中散热最好的。这种铝合金的外壳呢，具有抗脏污、不易变形，而且非常美观。我们看它的体积也很小巧，放到很多用电器中非常的合适。它的电流，我们看这么大一个小的电源就能够达到 13.4 安24伏。我们看它的输出电压值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48伏的插电。我们看它有一个延时功能，当我们上电的时候，这就是软启动功能，这样呢它会使用电器呢不受冲击。我们看它能够在 41.8 伏到53伏之间调节，而且输出特别稳定，这就可以买一个电源以后呢，我们就拥有很多种电压值，也就是说适合我们的用电器。下面我们再看看其他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个12伏的，接线的时候要接到 ACL、ACN， 也就是220伏输入的。我们把这个220伏线给它接上。如果是这种220伏和110伏转换的电源呢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拨段开关不要拨错了，因为拨错了的话，如果是110伏的时候，如果插220伏的电，很容易烧掉。虽然内部有很多保护电路，但是呢，这个它是有2种电压的电源。好，我们插到 ACL 和 ACN， 然后这个是接地。如果是接大功率的机器呢，我们要给它接上接地线。这段就是有1、2、3个输出正极，1、2、3个输出的负极。我们这个48伏呢，它是有2组输出的正电压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假负载给它接上。如果分极性的呢，一定要正极接正电压，负极接负电压。如果不分极性的，就随便接就可以了。好，接好以后我们插电。这个电源同样是有软启动功能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输出电压，标准的24伏，现在是 23.9 伏。我们看它的调节范围28伏、17伏，它的调节范围也很宽，输出特别稳定。
总之呢，我们的金升阴阳电源都能够在一定的范围调，而且输出特别稳定，没有温升，而且还有智能风扇，在应对大功率的电器的时候，有了风扇散热就更好，所以说这个电源就更耐用。这个是一个12伏16安输出的，很显然这个功率也很大。这端是接220伏，这端是接 D， 这段是输出。外壳非常的结实，散热也非常的好，内部的元件非常的足，我们看它量非常的足，大小合适，放到任何电器上比较省空间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把这一款24伏的打开看一看内部的构造。外边只有4个螺丝，非常轻松就打开了。大品牌的电源，方方面面都是设计的非常的合理的。这样在万一某种原因损坏的时候，修理也是非常的简单的。好，我们打开看看，这就是智能风扇。这个位置有热敏电阻，当温度达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，风扇就开启了。我们看它的内部看着很简洁，这样不影响散热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端是220伏输入，这里边有一个塑封的保险丝，非常的新颖。这是一个插膜抗干扰电容，是安硅电容，滤除插膜干扰信号。这是共膜抗干扰电容，滤除共膜干扰信号。这是共膜抗干扰电感，是这种铜片的，绕在磁芯上，同样是滤除共膜干扰信号。这个是插膜抗干扰电容，这又是一个共膜抗干扰电容。我们发现它的电容尺寸不一样，证明它的容量也不同，滤除的信号频率也不同。这又一个共膜抗干扰的电感，这两个电感看着外形是一般大，但是它的电感量也是不同的，滤除不同频率的信号。这两个同样是共膜抗干扰电容，滤除共膜干扰信号的。这个电容上还有2个磁珠，磁珠的作用也是抗干扰。这个位置有2个 NTC 的热敏电阻，主要是防浪涌的。220伏交流电压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，正端输出正电压，负端输出负电压，加到这个安硅电容，经安硅电容滤波以后，加到 PFC 电感，这个是一个 PFC 电感，这里边有 PFC 的功率管和肖特基二极管输出，经 PFC 电路功率因数校正以后，加到了这个 PFC 电容的两端，输出370伏左右的电压。PFC 的作用主要是提高了电能的利用率，增加了电源的输入范围，也就是说它的稳压范围增宽了，一般在110伏到270伏左右都能够使电压输入正常。而且呢，有很多大的工厂对功率因数要求也比较高。那么这个370多伏的电压呢，又经过开关变压器，然后加到了功率管上。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特殊的变压器，它就是我们的驱动变压器。板后面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驱动信号是经这个变压器耦合的。这个变压器的优点就是，当某种原因功率管损坏的时候，由于有变压器的隔离，不会损坏芯片。这样的话，就使电源在维修成本上就降低了很多。这个374伏电压通过开关变压器加到功率管，然后经芯片驱动以后，在开关变压器上产生交变的磁场，从而产生交变的电压，再刺激经
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经电容滤波以后，我们看这还有一个电抗器，是叉膜抗干扰的。经这个电抗器滤出叉膜信号以后输出。另外，电抗器的主要作用还有频波蓄流的作用。我们看这有两个光螯，一个光螯是来稳压的，一个光螯是进行保护的。那么很显然，这个电源具有过流、过压、过温保护等功能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到这里。如果感兴趣呢，我们后期再分析它的过流、过压、过温保护功能以及它的电路构成。如果想要金城阳的电源呢，其实申样也是很方便的，只要有批量需求就可以提交申请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